红布遮掩运输的佛像，你在路上见过吗？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被邪祟附着，而且佛头和佛身都必须要分开来运输，无论是用多少辆货车，都得必须同时出发，同时到达，甚至是上厕所都得一起行动，一停一走都是犯忌讳。说起来也是邪乎，我有个跑货运的兄弟，前段时间接了个送佛头的活，佛头明明已经安全送到了，可他回来却噩梦缠身，高烧不退，整个人的情况都不对劲。当赶到医院的时候，他的脑袋已经烧迷糊了，手发烫的吓人，还死死抓着我的不放，嘴里一直念着：“江哥，江哥，斧头被人抢了，斧头丢了。”旁边小刚的妻子和母亲都在哭泣，可不管我们怎么的说，小刚就咬定佛头已经丢了。眼看好端端的一个人已经奄奄一息，我心疼不已。我转头瞥向一旁的老板说道：“斧头现在在哪里？这趟我去送。”小刚的老板跟我也是至交了，听我愿意接这趟活，顿时松了口气。江哥，你肯去是最好的，这趟油钱我出，赚的都算你的。小刚的妻子听了这话，把我拉到医院的走廊上，压低声音跟我说道：“江哥，小刚这病邪门，他们出发时明明是佛头和佛身一起走，结果只有他一个人送到。”我心里一沉，按理说小刚跑车的时间不比我短，怎么会不知道孕妇的规矩？这种分体式佛像，无论是用几辆货车，都要同时出发，同时到达，时间都是提前算好的。司机中间连上个厕所都得一起去，一停一走都是忌讳。我先前和小刚的老板李建国通电话，说只有佛头送到，佛身还未送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还以为是那家寺庙的特殊的要求呢。小刚的妻子擦着眼泪跟我说道：“小刚回来当晚就不太对劲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路上蹭车了，车头刮蹭了一块，但没什么大事，我就让他赶紧休息，结果半夜就发起烧了，嘴里一直说胡话，送来医院都2天了，愣是没查出病因来。我估摸着是现在送福身的活没人敢接了，李建国这才找借口给你打电话。”我连忙安慰他道：“你先别急，孕妇虽然规矩多，但也是吩咐起火。”小刚的妻子听后点了点头，眼眶也红了起来。我从医院门口出来，就跟着李建国去了他的运输公司，路上他才跟我坦白一切。这次跟小刚一起运佛的是我老家的亲戚，叫林天。这小子才学了半年，就天天嚷嚷着要上路赚钱。我看这趟活路程短，提成高，又有小刚带着，也没多想，就让他也去了。谁想到他开到半路突然犯浑，打电话要加钱。我当时喝了点酒，脾气也不好，隔着电话就把他臭骂了一顿。结果这小子竟然掉头，就把佛身拉回去了。运佛最忌讳的东西就是走回头路，送回程的货车都必须得是空车，更何况只拉了一个佛身回来。李建国事后想起这些的时候，酒都瞬间给吓醒了。小刚的货车也是开出去了老远，看了后视镜才发现后车没跟上，得知是林天干的好事后，要叫他开回来也来不及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先把佛头送到目的地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路上又出了什么状况，向来开车最平稳的小刚竟把车给刮了。到了李建国的公司后，一进公司门便看见几个老师傅正拉着一个年轻人。林天，你别闹了，这事你真搞不定，等李哥回来再说。林天的态度还挺蛮横，不就送趟货吗？有什么搞不定的？李建国一见他态度，怒气一下子就窜出来了，冲过去怒吼道：“林天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不是让你滚回家吗？谁让你来的？干啥不让我来？我又没把车弄丢，我再送一趟不就得了吗？再说是我妈让我回来的，她待会儿就给你打电话了。”李建国听到这话，表情严肃了起来。公司里还有几个老员工认得我，连忙给我搬来凳子。我摆了摆手道：“先带我去看看车吧。”老刘愣了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：“江哥，你要跑这一趟吗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几个正愁没人敢接呢。”老刘将我带到公司后院，李建国跟了过来，林天他和老师傅们跟着在后面。我还能听到林天低声细语道：“这人谁啊？为啥他能去我不能去？”他可是秦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人家干这行10几年了，以前专门带车冲傻的，啥邪乎事都没有。我看他就会装，能有啥邪乎事？不就是为了钱来的？李建国转过头瞪了林天一下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走到后院，映入眼帘的是那辆运佛身的货车，佛像分为上下2部分，都被红布裹着，严严实实的放在车上。车子的外面也挂许多红色的装饰，车身很明显是清洗过的。随即，李建国对我说道：“江哥，你看还缺不缺什么？缺了我立马去补。咱们就按之前说的，油费算我的，尾款都算你的。”林天听到瞬间就炸毛，冲过来想抢夺车辆。凭什么？这是我的车，凭什么都算他的？你给我滚开！车是老子的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眼看就要开始动手，我伸出手将林天按住，问他：“你之前都已经上道了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要加钱？提成不满意，怎么不在出发前说？”我之前也不知道，都是自家亲戚，我妈还让他照顾我，结果他给别人的提成是我的好几倍，就想让我打白工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李建国气得满脸通红，大骂道：“你放屁！你才学了半年，老子还不够优待你吗？开车都是单人单车，谁告诉你提成比别人低的？我是他们在服务区的时候，人家告诉我的。我在厕所里听见一个人说，就我提成最低，说我是给人打白工的。要是他
他早就撂挑子不干了。这话一说出，在场的众人都愣住。老刘结结巴巴说了半天：“你傻了？那服务区里的人南来北往的，怎么会知道咱们公司的提成？就算是同行，也没那么清楚。到底是谁说的？你看没看见脸？”我没看到，就是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人正好在我隔壁，跟我说的可清楚了。老刘一听，脸色瞬间发白，不敢继续追问。李建国听这话，犹豫的转头看向我，试探道：“江哥，要不我再联系一下寺庙，看看能不能拖2天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一会儿回家洗个澡，今晚就出发。小刚还在医院惦记着佛头呢。”李建国一听这话，更加的迟疑：“那不是全程夜路吗？”我看向车上裹着红布的佛身：“走夜路点2盏黄球灯笼就行了。再说了，人命关天，佛祖会保佑我的。”最后，我让李建国给我备了一捆佛香，1大碗7彩米。这东西不常用，但我以从前运送佛像时，妻子总是让我带着。李建国安排老刘陪我一同前去。老刘虽然害怕，但也没拒绝跟我一起运送佛像。我看了一眼蒙蔽的林天，决定带上他，毕竟佛身是他给拉回来的。晚上7点整，我们3个一同出发。2盏昏暗的黄灯笼挂在货车左右两边的后视镜下，远远的看去就像2只发光的萤火虫。老刘则负责开前半夜，我在后排休息。林天坐在副驾驶，可能以为我睡着了，林天就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哥还真把回款都给他了，那咱俩白跑这一趟。”老刘无奈道：“老板还能差咱俩这点钱，江哥肯接这单，你就谢天谢地吧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收场。”他不就是冲过几次傻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冲傻不就是大车要开新路线？有点经验的谁不能干？我都找人打听了，他被人坑的连公司都没了。老刘望向后视镜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：“那你知不知道坑了他的那个人是怎么死的？”“怎么死的？”“第一次自己冲傻死在了路上，连人带车翻进了山沟里。据说找到的时候，整个人都……”老刘话说了一半，林天的脸色已经吓得苍白，身体不听使唤的发抖了起来。“那条路线最后是江哥去冲开的，所以你小子别觉得江哥试图你那点回款，他是在救你的命，也是在救小刚的命。”车厢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，林天张着嘴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，最后不服气的把头转向窗外，抱着胳膊生起了闷气。“江哥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小子就是被家里惯坏了，口无遮拦的。”“没事儿，年轻人嘛，气盛，让他多见识见识就好了。”我嘴上说着没事，而心里却想起了已死去的顾青，那个曾经和我穿同一条裤衩，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兄弟，也是后来把我坑惨了的合伙人。顾青第一次自己带车冲煞就死在了路上，那条路最后还是我去冲开的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梦到过他了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晚上……我突然身后不对劲，好像有一个人在跟随。我猛地转过身，看见公路的护栏外，一个男人歪着半边脸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“秦江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”顾青一条腿抬了起来，想要跨过公路的护栏，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挡住。他不管怎么样都无法跨越护栏。“你过不来的，是吗？”我下意识地摸向腰间，一股冰冷的寒意袭来，我猛然惊醒，嘴里大喘着粗气，额头满是汗，我的手却还死死地抓住腰间的打魂鞭。这鞭子是幼年时期一个疯疯癫癫的老道人所赠，在我12岁那年，我从水沟里救了他。“你是修罗香，菩萨心，这辈子注定要吃阴阳饭。”我当年没当回事儿，18岁就出门跑大车了，结果最后我还真像他预言的，带车冲煞，想鞭驱邪。30好几了，还在靠着阴阳饭还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会突然梦到顾青，让我多少有些意外。他死了已经快半年了。我正在发呆时，一旁的老刘突然神情紧张地望向我说：“江哥，你醒了，没事吧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，老刘声音颤抖指着窗外：“江哥，你快看，今晚上缆车的人怎么那么多啊？”一听老刘的话，我头立刻凑到车窗望向外边，昏暗的公路每隔10几米就站着一道黑影，他们不拦小车也不拦客车，就专拦们这辆货车。靠近他们时才缓缓地抬起手：“别管他们，也别停车，把车开稳了，到服务区就好了。”老刘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，豆大冷汗不停地从额头上冒出，他声音沙哑回复我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就在此时，在副驾的林天也醒了过来，他迷迷糊糊地往窗外看了一眼，顿时惊呼一声：“我去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大半夜的在路边搞行为艺术吗？附近是有啥网红景点吗？”我和老刘都没理他，可林天看着看着，眼神突然就发直，手却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车门把手。我腰间的打魂鞭猛地一震，只见林天已经把车门拉开了一条缝隙。我大吼一声，从后排往前扑去，我将林天狠狠地往后一拽，车门重新被关上了。老刘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得猛打了一下方向盘，货车猛地往一边歪去。“挖好方向盘，你是想跟他们作伴吗？”被我拉到后排的林天此刻像是变换了一个人，脖子僵硬地转了过来，2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“让他们上车。”林天低吼道，伸手过来掐我的脖子，我一只手死死地按住他，另一只手抽出打魂鞭。
给我醒过来！我一鞭子抽在他的手上，林天整个人像是触电击了一样，猛地把手缩了回去。他好像恢复了理智，捂着他红肿起来的手，吓得浑身直发抖。随后我又坐到副驾驶的位置，我发现车窗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东西，甚至连路都快看不清了。我紧握着打魂鞭，我对准车窗玻璃敲了2下。妈的，给老子滚！说来也奇怪，被我敲击了2下，窗外的灰雾竟真散开了。车子飞快又掠过一道黑影，我从后视镜中看见那人影僵硬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我们车远去的方向。江哥擦擦汗，我这才发现自己后背都湿透了。我打开广播想找个节目听听，正好碰到一个讲评书的在说《西游记》，那主持人的声音有点怪，像是被人掐着嗓子，声调又细又尖。话说那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，这一天，江哥，这广播声音怎么这么难听？有什么难听的？你别分心，听着评书还能壮壮胆啊！就在这时，老刘猛地大吼一声，车身猛地一震，像碾过了什么东西。老刘吓得脸色苍白，冲我喊：“撞到人了，江哥！我好像撞到人了！”老刘喊完，下意识的就要踩刹车，在路中间停车。你疯了想死，别拉着我们！紧接着，后方传来刺耳的喇叭声和紧急刹车声，一辆 SUV 险之又险的从我们旁边擦身而过，司机探出头大骂：“会不会开车不要命了？”我死死盯着后视镜，后面的路面上空空荡荡，哪有半个人影？刚才我一直盯着前方，路中间什么都没有。可是我明明感觉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车子又是一震。江哥，又来一个！我冷静是幻觉，别去看也别去想，抓稳方向盘，马上就到服务区了。老刘慌乱的点着头，后排的林天更是吓得跟个鹌鹑一样，缩在角落里。而车里的广播还在继续，那个尖锐的声音变得更加诡异了。咱们就说那东土圣僧金蝉子转世，实是功德加深。这一路西去，难免引得那群妖鲫鱼众鬼垂涎。车子又连续震了好几下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终于出现了一片灯光，服务区的指示牌就在不远处。车子一拐进服务区的匝道，那些拦车的人影瞬间消失了。服务区的停车场灯火通明，让人心里顿时踏实了不少。可我总觉得这地方安安静的有些过头了。我们3个下了车，去买点吃的，上个厕所定定神，我在这守着车。好的，江哥，你想吃点啥？我给你带回来。别管我了，我不饿。等他俩互相搀扶着走了，我绕着大车走了一圈，车身倒是没什么磕碰的痕迹，但车尾的防护栏上却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漆黑印子。我从车里找出一条白毛巾，费力的把那些印子一个个擦干净。那哥们儿，你们这是大半夜送福啊，辛苦了。是啊，晚上送，正好早上到。我回头一看，是2、3个穿着蓝色工服的卡车司机。这也太不容易了，我们那儿正煮面呢，一起过来吃点热乎的垫垫肚子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他们那辆大卡车旁边果然架着一个小电锅。不了，谢谢几位大哥，我们车上的人也去买了。我正说着，老刘竟然从那辆卡车的后面绕了出来，手里还端着个大碗，冲我招手。江哥这边卖吃的都关门了，我就在这吃2口，你也快来。兄弟们人可好了。老刘刚才还吓得魂不附体，怎么一转眼就跟人家打成一片了？而且这服务区的商店怎么会关门？是啊，兄弟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相逢就是缘分，过来一起吃点。我看着老刘的方向，他身边那几个工人虽然笑着，但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动不动。这地方果然不对劲儿。真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不饿，我得看着车。我说完就转过身继续擦车，但身后那几道目光却像钉子一样扎在我背上，让我浑身不自在。等我再回头时，那几个工人又跟没事人一样，勾肩搭背的回去吃面了。我擦完车，就坐在车门前的踏板上点了根烟，暗自思索着。整个服务区除了我们和对面那辆车，什么都没有，而远处的便利店、餐厅全都黑漆漆的，根本不像在营业的样子。明天是和老刘一起走的，怎么现在还没回来？我正想着，旁边的草丛里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，连滚带爬的扑到我脚边。江哥快走，这里不对劲儿，刘叔不见了。老刘不就在那儿吃面吗？不是，那不是他。我刚才去上厕所，发现那厕所里根本没灯，又脏又破，跟废弃了10年一样。我吓得赶紧跑出来，可怎么也找不到刘叔，也找不到回来的路。要不是我远远看见了车上这2盏灯笼，我就迷在里面出不来了。江哥，这根本不是我上次路过的那个服务区。我听完一把捂住了他的嘴，示意他往斜对面看。你过去把老刘叫回来，就说我们要走了。他要是不听，就硬把他给我拽回来，听见没有？林天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腿都软了，差点没跪在地上。江哥，我不敢去，我真的不。你不去，是想留在这儿给他作伴吗？快去！林天被我硬推出了几步，他一咬牙，壮着胆子朝那边跑了过去。就在林天跑过去的同时，我抽出腰间的打魂鞭，缓缓站起身。整个停车场的探照灯开始疯狂闪烁，最后彻底灭了。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。林天撒丫子冲到老刘跟前，一把拽住他的衣领就往回拖。我也趁着这机会2步窜上车，在探照灯熄灭的瞬间发动了车子。林天拽着老刘一路尖叫着跑了回来，快上车，关门！林天手忙脚乱地爬上来，就在他要关上车门的瞬间，又是一声惊呼：江哥，关不上，有东西卡住了！我回头一看，发现一只苍白浮肿的手死死地扒住了车门框。别管了，你们2个都给我到后面去！开门啊！
我还没上车呢，快开门啊！这声音听得林天汗毛倒竖，他发了狠，提着老刘硬是把他们俩人塞进了后排。我瞅准机会，对着那只手狠狠抽了一鞭子，然后关上了车门。做完了！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。车子冲出去好远之后，我才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区，而是一个废弃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型停车场。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赫然写着事故车暂存续。我连忙调转车头，重新开上了公路。后排的老刘突然开始剧烈的抽搐起来，像是要吐，但又什么都吐不出来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发青。林天，你车上有没有白酒？有，我记得有，快找出来给你刘叔灌下去，再找个袋子让他吐，快，再不吐出来要出事了。好，我这就找。林天在后排座位下面一通乱翻，终于摸出了2瓶二锅头。刘叔，你喝，快喝！老刘被灌下大半瓶白酒后就吐了出来，但吐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面条，而是一股股粘稠的黑水，还夹杂着泥沙和腐烂的草根，一股恶臭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。我们把车窗开到最大，那股恶臭才慢慢散去。我又开了1个多小时，路上总算没再出什么幺蛾子。你们以前接这种活的时候有遇到这些事儿吗？没有，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送佛，只送过附身的事。林天像是被我噎了一下，低头沉默了好一会，他才像是鼓足了勇气，又低声问了一句：江哥，那个在服务区厕所里跟我说话的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说呢？我就是气不过，我妈让我出来，说李哥会照顾我，结果以后遇事先过脑子。好大车这行没那么多让你冲动后悔的机会，一次犯错可能命就没了。林天重重的点了点头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黏黏的缩在座位里，不再说话了。看着他这样，我心里也叹了口气。这小子虽然鲁莽，但本性不坏，这次也算是给他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了。突然，前方路中间出现了一片闪烁的红蓝警灯。江哥，快看，前面有交警，好像是出车祸了。我减慢车速，看到2辆撞得变了形的小轿车横在路中间，几个穿着黄色反光马甲的交警正在疏导交通。其中一个交警看到我们的大车，立刻打着手势让我们靠边停车。你好，前方路面需要清理，暂时不能通行。辛苦了，同志。大概需要多久？大概10多分钟吧，很快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交警从后面走了过来，他的目光在我们车上扫了扫，最后落在了车厢上盖着的红布上。你们车上拉的是什么？是佛像，运到前面寺庙的，这是运输手续。我把手续递过去，那个交警却只是随便扫了一眼，就绕到车后去了。我们要例行检查，请你们下车配合。虽然觉得有点奇怪，但路上遇到抽检也是常事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开门下车，可就在我手碰到门把手的一瞬间，我习惯性的瞥了一眼后视镜，就是这一眼，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。我立刻按下了中控锁，车门全部锁死。此时再透过车窗往外看，不对劲的感觉更明显了。干什么呢？叫你下车配合检查，听见没有？我理都没理他，直接伸手去拧车钥匙，准备强行冲过去。他看到我的动作后，竟然像壁虎一样，手脚并用的攀上了我的车窗，嘶吼着想从没关严的窗缝里挤进来。天啊，这是什么啊？他这一嗓子把刚缓过来一点的老刘又给吓得魂飞魄散。妈的，给我滚下去！我一鞭子狠狠抽在那东西的脸上，他像块破布一样从车窗上跌了下去。我立刻发动车子，猛打方向盘，从2辆废车之间的缝隙冲了过去。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交警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但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车身猛地向下一沉，就像是突然拉了几吨重的东西一样。不好，他们上车了。江哥，车后面有东西。我朝后视镜看去，只见原本盖在佛身上的红布，此刻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掀开。而在红布落下的瞬间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远处一辆破旧不堪的卡车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。那辆卡车上赫然装着一颗没有红布遮盖的佛头，运送佛像，佛头必须用红布蒙面，而且要面朝车头方向。可后面那辆车上的佛头不仅没蒙红布，脸还是朝着车尾的。妈的，敢跟老子玩这套！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发动机发出了愤怒的咆哮，可车子的速度却越来越慢，感觉就像有无数只手在四面八方死死拽着我。江哥怎么办啊？车走不动了。我好像听到车顶有声音，悉悉嗦嗦的，像是支架在挠铁皮。老刘，你过来帮我把这方向盘，林天把七彩米和佛香拿出来。要快，好嘞，我这就来。我让老刘稳住方向盘，自己摇下车窗，对着车顶和车身两侧狠狠甩了几鞭子。随着鞭声响起，车身猛地一倾，速度瞬间提了起来，但那种棉质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消失。江哥不好了，这香点不着啊！给我来。老刘从林天手里抢过佛香和打火机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说来也怪，他这么一念叨，打火机一下就着了，香也顺利点燃了。刘叔，快！可就在老刘把3根点燃的佛香插进米碗的瞬间，那3根香竟然齐刷刷的从中间断掉。怎么会断了？完了，江哥，景香被拒了。香断了，这在运佛的行当里可是天大的忌讳。老刘急得脸色都发白了。慌什么？我来。我让老刘继续帮我稳住方向盘，自己接过香碗，放在了驾驶座前的平台上。我没有急着点香，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黄符，点燃后在3根新香上绕了3圈。就在我点燃那3炷香的瞬间，我眼前的烟气突然汇聚成了一个人影，他正对着我的香猛地吹了一口气。动我的香，
找死！一把抓起那3柱佛香，朝着那个人就狠狠地扎了进去，然后那3根香就像被快进了一样，瞬间烧成了灰，竟从空中落下。江哥，你这是干嘛？没事，有东西想吹灯拔，再给我拿3根来。这一次我顺利地把香插进了器材里，3柱香稳稳地立着，只是燃烧的速度快得惊人。你们2个都看好了，香一烧完，立马换新的，一刻都不能断。好。车里的香火味越来越浓，车速总算稳定了下来。可我从后视镜里看到，我们每烧完1轮香，后面那辆鬼卡车上的佛头就朝着我们的方向微微转过来一点点，他好像在盯着我们车上的佛身。这七彩米和佛香是师傅传下来的法子，说是万一遇到什么特殊情况，可以借此祈求一路平安。可今天这情况太不一样了，我们只送了佛身，没送佛头，这本身就是残缺不全的。这时车窗外的景象也变了，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，车速再次慢了下来，几乎是在如行。江哥，香又快没了，可是车走不动了。顶住！我再次摇下车窗，想探出身子再甩几鞭子，可就在我刚把打魂鞭伸出去的时候，整条胳膊突然一紧，变得动弹不得。江哥，香烧完了，断了。他手忙脚乱，加上车身颠簸，好几捆香都掉在了地上，不是断了就是被踩碎了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后视镜，佛头离完全转过来，只差最后一点了，而我们离寺庙也没多远了，拼了！想到这，我心一寒，一口咬在了自己的舌尖上，接着我将舌尖血混着唾沫狠狠地喷在了我的手臂上，手臂瞬间恢复了活动能力。我从老刘手里抢过那碗已经快要见底的七彩米和香灰，一把扬出了窗外。都坐稳了。七彩米混着香灰，在车窗外瞬间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，紧接着车身猛地一倾，我抓住这个机会，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像疯了一样向前冲去。一直紧追不舍的卡车似乎也被这一下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被我们拉开了一段距离。甩掉了，江哥，我们甩掉他了。别高兴太早。果然我话音刚落，那辆破卡车又追了上来，而且速度比之前更快。刚刚提起来的车速再次被凝滞住。更可怕的是，路边的雾气中又出现了那几个穿着蓝色工服的人影，他们就站在路边，面无表情地对着我们招手。不好，方向盘失控了。我感觉方向盘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夺走了，车子打着横，不受控制的朝着路边的护栏就撞了过去。完了，江哥，这次死定了！我死死抓着方向盘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却依然无法撼动它分毫。眼看车头就要撞上护栏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悠远宏大的钟声，顿时我感觉手上一松，方向盘的控制权竟然回来了。给我回来！在车子撞上护栏的前一秒，我狠狠一打方向盘，车子险之又险地停了下来，车头距离护栏只差不到10公分。我们竟然活下来了！第一声钟响过后，悠远的钟声便一声接着一声，连绵不绝。我们3个瘫在车里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等我们缓过神来的时候，东方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。我跳下车，看到公路上除了我们那道触目惊心的刹车痕迹外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早上6点，我们终于踩着晨光，将佛身平安送到了山里的寺庙。一个法号叫慧明的大师亲自接待了我们。慧明大师，冒昧问一句，咱们寺庙平常不都是6点才敲晨钟吗？今天怎么提前了这么久？是我们老掌陈特意交代的。他说，听闻之前那位送佛头的司机师傅身体抱恙，让我们提前1个钟头敲钟，为那位师傅和所有路上的行者祈福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阵暖流涌过。我替小刚谢过了馆长和寺庙里的师傅们，又亲自去佛堂里，对着佛身的方向恭恭敬敬地鞠了3个躬。临走时我还是不太放心，因为我总记得在最后关头，那卡车上的佛头似乎并没有完全转过来。馆长，我们送来的佛头不对，是之前小刚送来的佛头。我总觉得我们替他烧的香好像没烧够。施主多虑了，你们一路辛苦，这份心意本身就是最虔诚的供养，新香1瓣可抵万千实体佛香，品到了香自然就够了。听了慧明大师的话，我心里那种紧绷的感觉总算是放松了不少。我们谢绝了主持留我们吃斋饭的好运，踏上了回程的路。回去的路上，老刘躺在后排睡死了过去，倒是林天经历了这一夜，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，整个人都沉稳了不少。江哥，你睡吧，放心，我会把车开得很稳。行，有事叫我。我确实也累坏了，没跟他客气。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接起电话，是小刚的媳妇打来的。电话那头，他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哭腔。江哥，小刚退烧了，人也醒了，医生说再观察2天就能出院了。醒了就好，人没事就行。就是有点奇怪，他完全不记得送佛头路上发生的事了，就说自己做了一晚上的梦，一直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开车，还怎么也开不出去。后来他说好像闻到了很浓的香火味，然后就醒了。听到香火味和钟声，我和开车的林天对视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和了然。人没事就好，别的事情就别多想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挂了电话，我彻底放下心来。看来慧明大师说的没错，我们的新香确实是烧到了，这一趟总算没有白跑。可就在我准备彻底放松睡一觉的时候，开车的林天突然咦了一声。江哥，你看我们车后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跟着？黑乎乎的一团。听林天这么一说，我睡意全无，立刻坐直了身子，紧紧盯住后视镜。开快点，甩掉他！林天一脚油门下去，车速提了起来。但无论我们开多快，那团黑影始终保持着同样的距离，不靠近也不远离，就像复古之居。江哥，他还跟着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再用鞭子？不用，他好像没有恶意，
我能感觉到这团黑影虽然跟着我们，但并没有散发出之前那些东西的阴冷和恶意，它只是静静的跟着，像一个沉默的护卫，又像一个迷路的孩子。难道是？我心里有了一个猜测，但不敢确定。我让林天保持正常速度行驶，别去管他。那团黑影跟了我们几十公里，直到我们上了高速，他才在下一个匝道口悄无声息地拐了下去，消失不见了。哎，总算走了。江哥，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或许是来道谢的。啊？也或许是来道歉的吧。道歉？他本不该那样的，只是被人利用了。现在佛神归位，他也该去自己该去的地方。林天听得半懂不懂，但他很识趣的没有再问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他已经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。回去的路上异常顺利，到了公司，李建国看到我们3个平安回来，激动的差点给我们跪下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这次出行的所有费用和承诺的尾款都打到了我的卡上，还额外给老刘和林天包了个大红包押金。江哥，以后但凡有任何用得着兄弟的地方，你一句话保证到位。林天拿着红包，默默地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江哥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。看着林天真诚的样子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行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好好开车，比什么都强。我知道了，江哥，以后我会改的。事情总算了结，我婉拒了李建国要请我们大吃一顿的提议，准备回家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睡一觉。不过在回家之前，我还是先去了一趟医院。我到的时候，小刚正靠在病床上喝着他媳妇熬的粥，虽然人瘦了一圈，但精神已经很好了。江哥，你来了。躺着别动，快好好休息。江哥，快坐下，这次多亏你了。江哥，我媳妇儿都跟我说了，我真不记得路上发生啥了，就记得好像一直在做梦，梦里有好多人抢我的车，我怎么也保不住。幸好后来梦里你来了。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到你梦里去？你就是太累了，压力太大。可能吧。不过江哥，我总觉得我那车头不是自己刮花的，我记得好像是为了躲什么东西才撞上的。行了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想了，车已经修好了，人也没事儿，这就是万幸。以后开车多留个心眼儿。我知道了，江哥。又陪小刚聊了一会，看他确实没什么大碍了，我才放下心眼从医院出来。打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老刘，怎么了？不是让你回家好好休息吗？江哥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林天他好像又不对劲了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我心里猛地一沉，睡意和疲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刘，你别急，慢慢说。林天怎么了？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在公司呢。刚才李哥让他把车开去检修，结果他把车开回来，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对着空无一人的副驾驶座位说话，还笑得特别瘆人。你看清楚了，副驾驶上真的没人。千真万确，我叫了他好几声，他都没反应，就那么一个人自言自语。江哥，你说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跟回来了？他回来的时候不是还挺正常的吗？林天回来时很正常，甚至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蜕变。那一夜的凶险足以让他对这些东西敬而远之，除非跟上他的不是路上的那些东西。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在厕所里捕获林天走回头路的神秘声音。难道是他？老刘，你听着，你现在什么都别做，也别去打扰他，就装作没看见，找个借口离开公司，离他远点。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江哥，你快点啊！我挂了电话，立刻让司机掉头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李建国的公司。看来对方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佛像，而是我们这些运佛的人。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趟车？还有顾青的死，真的只是一场意外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眼角的余光似乎瞥见公路的护栏边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猛地转过头去看，那里却空无一人。我握紧了腰间的打魂鞭，看着前方的路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不管你是谁，冲我来！前进，接着。出租车迅速往李建国的公司赶。林天一个人对着空座位说话，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很快我就来到了公司，只见老刘和李建国2个人躲在办公室门口，探头探脑，脸色比纸还白。江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看！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林天正坐在驾驶室里，对着空无一人的副驾驶座位说话，脸上还挂着一种极其诡异的笑容。看见没？这就是江哥，厉害吧？不过你放心，他再厉害，这次也得栽在我们手里。江哥，他这是咋了？副驾上明明没人。你们待在这儿别动，我过去看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步步朝着货车走去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林天僵硬地转过头，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我，冲着我说：“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秦江哥吗？怎么，顾青的忌日快到了，你是来找他叙旧的吗？”这东西怎么会知道顾青？难道说他早就知道我会来？眼前这个被操控的林天，绝不是路上遇到的那些东西，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我。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谁？我可是个好心人啊！是我在服务区提醒这个傻小子，让他知道自己被亲戚欺负了，也是我指引着他把佛神拉了回来。不然你秦江怎么会有机会再走一趟这条路呢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？李哥别上当，他在故意激怒我们。这个东西逻辑清晰，句句诛心，他不是简单的邪祟，他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。你费这么大劲把佛神弄回来，
又引我上路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是为了那尊佛像？不，那玩意儿虽然是个宝物，但对我来说，远不如看着你秦江再次陷入绝望有意思。我想让你也尝尝像顾青一样，在最信任的路上被一点点拖进深渊，最后连人带车都烂在泥里的滋味。说当年顾青的事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猜啊？想知道答案就自己去找嘛。西郊物流园，顾青最后一趟活的地方，那里可藏着不少惊喜呢。说完，林天突然浑身一软，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驾驶座上，昏了过去。我立刻拉开车门想查看情况，可就在我手碰到门把手的瞬间，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车里露出，狠狠将我推了出去。临走还敢摆我一道，等我抓到你，非要你好看！我和老刘、李建国七手八脚的把昏迷的林天抬进了办公室。我检查了一下，他只是脱力昏过去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江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玩意儿走了吗？他还会不会回来找林天？暂时走了，他这次的目标是我，林天只是个被利用的工具。江哥，那个什么西郊物流展，咱们真要去？我听着就像个陷阱，那东西摆明了是想引你过去。是陷阱也得去，顾青是我兄弟，虽然他后来，但他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李建国一听我要去也急了，我跟你一起去，这事儿说到底是从我这儿起的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。再说多个人多双眼睛，也算我一个。江哥，当年要不是你，我老婆做手术的钱都凑不齐，这条命是你给的，现在用到我老刘了，我绝不含糊。就在这时，躺在沙发上的林天悠悠转醒，他揉着发痛的额头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我怎么了？我不是在开车吗？江哥，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我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跟他说了一遍。林天听完脸一下就白了，吓得浑身发抖。害了小刚哥，现在又想害你，江哥，我对不起你。现在说这些没用，你好好休息，这事你别管了。不行，江哥，我也要去，我被他当枪使，这个仇我必须自己报，就算死在那儿我也认了。看着林天那副豁出去的架势，我点了点头，毕竟有些坎必须他自己亲自迈过去。李建国开着他的车，载着我们三人直奔西郊物流园。那个地方在城市边缘，曾经是本市最大的货物集散地，后来随着新城区的规划，慢慢就没落了。江哥，你说这地方大白天的应该没事吧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别自己吓自己。我打听过了，这物流园虽然旧了，但还有几家公司在运营，不是完全废弃的地方。顾青当年合作的那个飞达货运也还在那儿，不过早就换老板了。那我们就去飞达货运。很快车子就开进了物流园，我们很顺利地找到了飞达货运的牌子。一个中年男人接待了我们，他就是现在的老板。找顾青的档案，那都猴年果月的事儿了。哼，人死账消，你们找他干嘛？警察当年不都查过了吗？疲劳驾驶，单方面事故。老板，行个方便，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就是他家里人托我们来看看他最后工作的地方，拿点他留下的东西，也算是个念想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你们看这事儿闹的，往事如风嘛。档案都在楼上仓库落满灰尘了，你们自己去找吧，累死我了。钥匙在这儿，找到东西放回来就行。我拿起钥匙，带着他们三个走上了2楼。这得多少年没打扫了？仓库里堆满了半人高的铁皮文件柜，我们分头找了起来。都过来，应该就在这里面。他们三个立刻围了过来。李建国拿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里照。我们看到最里面塞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上面用潦草的字迹写着顾青2个字。我来，别动。我从兜里掏出一双白手套戴上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档案袋抽了出来。我打开一看，除了一张身份信息表和劳动合同，还有一张货运单。这是顾青最后那趟货，断魂坡服务区，这地方从没听过。断魂坡就是城西那条废弃盘山公路，以前事故多，新路修好就没人走了。江哥，你看委托人签名。我定睛一看，只见委托人一栏龙飞凤舞的签着2个字冯远，而在他签名的旁边还盖着一个样式古怪的私章。江哥，当年你和顾青闹翻前，有个总找他的瘦高个，就叫冯远。老刘这么一说，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影。那人确实叫冯远，也是跑大车的，路子很野，懂些偏门东西，专接别人不敢接的特殊单子。顾青后来迷上偏门，就是受他影响。难道服务区厕所蛊惑林天的声音，就是冯远搞的鬼？就在这时，档案袋里掉出来一张小小的便签纸，我捡起来一看，上面是顾青的笔记。他骗了我，这不是冲煞，是换命。冯远，你不得好死！看到换命2个字，我们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仓库的门被一股大风猛地关上了。门怎么自己关了？打不开了，门被反锁了。是冯远搞的鬼吗？他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。别慌，只是旧仓库，找别的出口。我们立刻分头行动。可这仓库就像一个铁皮罐头，除了那扇被锁死的大门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被铁条封死的窗户。手机没信号，电话打不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仓库里的灯突然开始疯狂地闪烁起来。随着灯光每一次闪烁，我们都感觉周围的温度在急剧下降。紧接着，一个阴冷的声音从4面8方响了起来，正是之前附在林天身上的那个声音。秦江，找到你的惊喜了吗？顾青那个蠢货，到死都以为我是在帮他冲杀转运，却不知道
他只是我献给这条路的过路费而已。冯远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为什么要出来？看着你们像困在笼里一样慢慢绝望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当年要不是你总装清高挡我的路，哼，顾青又怎么会死？说到底，是你害死了他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断魂坡午夜12点，你一个人开着你那辆宝贝货车从头到尾跑一趟。你要是能活下来，我们之间的账一笔勾销；你要是死在那儿，正好下去陪顾青。说完这句话，那个声音就消失了，仓库里的灯也恢复了正常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我们都知道，战书已经下了，冯远他要在顾青丧命的地方跟我做个了断。好，我接了。江哥，你疯了！这明摆着是鸿门宴，那姓冯的肯定在那条路上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咱们不能冲动，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先想办法出去再说。我们报警吧。他既然敢下战书，就不会把我们困死在这儿。等着吧，门很快就会开。果不其然，我话音刚落，门外就传来了那个老板骂骂咧咧的声音，接着就是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我说几位，找个东西要找一天吗？我这儿要下班了，你们到底找没找到？我们对视一眼，谁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回去的路上，李建国和老刘轮番劝我，想让我放弃那个疯狂的念头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咱们可以报警抓他。他这套已经是封建迷信加蓄意谋害了。怎么报警？跟警察说有个声音把我们锁在仓库，约我去断魂沟，还是说我兄弟的死不是意外，是一场叫换命的邪术？我的一番话让他们都沉默了。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常理的范畴。可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……不是一个人。江哥，我跟你去。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。这件事因我而起，冯远利用了我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面对，而且我不想再当那个只会尖叫、只会拖后腿的胆小鬼了。好，那就一起去会会这个冯远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少道行。既然决定要战，那就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冯远那个老狐狸诡计多端，我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回到公司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大货车。李哥，帮我个忙，把车从里到外给我彻彻底底的检查一遍，特别是刹车、轮胎和发动机，任何一个螺丝都不能松。放心，我亲自盯着，保证让它比新车还靠谱。接着我又转向老刘。老刘，你路子广，帮我去找几样东西。第一，2盏最大号的黄球灯笼，要老式铜油纸糊的那种。第二，1捆最粗的佛香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去香料市场帮我买朱砂、雄黄、艾草，越多越好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天黑之前能弄多少是多少。他们都去忙了，院子里只剩下我和林天。他虽然一脸坚定，但紧握的拳头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。怕了？有点儿。江哥，你说我们这次胜算大吗？5-5开吧。才5-5开？那姓冯的真有那么厉害？我说的5-5开，不是指我和他，而是指人和那些歪门邪道。开车跑江湖，靠的是技术、经验和胆识。他冯远想靠几招见不得光的把戏就赢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们信的是方向盘，是脚下的油门和刹车。我拍了拍林天的肩膀，从车里拿出了那根乌黑的打魂鞭，递给了他。江哥，这是给我的。拿着，今晚你坐副驾，记住，不管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都不要慌。如果感觉不对劲，就用这鞭子对着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狠狠抽下去。他不认鬼神，只认你心里的那股劲儿。他是给你壮胆的工具。林天接过打魂鞭，那沉甸甸的分量让他瞬间感觉心里踏实了不少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李建国把我们送到山脚下，就没再往前。我已经偷偷报警了，说这里可能有人在进行危险的飙车活动，警察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巡查，你们千万要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们心里有数，你快回去吧。江哥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我点点头，和林天一起上了车。随着发动机的轰鸣，我们正式驶上了这条传说中的断魂坡。车一开上盘山路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下降了好几倍。江哥，这路也太破了。集中精神，把我们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我让林天把那2盏巨大的黄球灯笼挂在左右两边的后视镜上。灯笼里没有点灯，只是借着车灯的反光，散发出昏黄的光晕。接着，我抓起一把混合了朱砂和雄黄的粉末，从车窗猛地向外扬了出去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打开了车载广播，调到一个只有电流声的频道，然后把音量开到最大。冯远喜欢在声音里搞鬼，那我就用最纯粹的噪音把他的声音全都盖上去。他想玩阴的，我就跟他玩阳的。车子继续向上攀爬，就在我们转过一个急弯时，林天突然指着前方惊呼起来：“江哥，快看，前面路上有一个人！”只见前方路中央站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辈，背对着我们，一头长发直垂到脚踝。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一动不动，在这荒山野岭显得无比诡异。江哥，是人是鬼啊？要不要停车？管他是人是鬼，敢挡我的路，就得有被撞飞的觉悟。我猛地按响了喇叭，货车像一头发怒的钢铁巨兽，朝着那个白影冲了过去。车子从他消失的地方一冲而过，什么都没有撞到。竟然没了，真的是幻觉。开胃菜而已，冯远那点本事
也就只会装神弄鬼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广播里的电流声突然变了，一个尖锐犀利的女人哭声，夹杂着一个男人惊恐的尖叫，猛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。明天立刻捂住了耳朵，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雕虫小技，也敢班门弄斧！我一把抓起身边那捆最粗的佛香，直接用他那粗糙的香头对着广播喇叭狠狠地捅了进去。叫我让你叫，再叫一个！说来也怪，随着我的动作，那诡异的哭喊尖叫声竟然真的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变成了一阵青烟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大的黑影突然横在了路中间，等车灯打在上面，我们才看清，那竟然是一块从山壁上落下的巨石。这是落石！江哥，路被堵死了！不对劲，这条路荒废多年，就算有落石，也该是长满青苔、布满风雨侵蚀痕迹的样子。可眼前这块巨石棱角分明，断口斩心，根本不像是天然滚落的。秦江，前无去路，后无退路，滋味怎么样啊？这里就是当年顾青翻下山崖的地方。我特意为你选了这个风水好地，喜欢吗？我回头一看，发现我们来时的路不知何时已经被浓浓的黑雾笼罩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我们被彻底困在了这个死亡弯道。冯远，搞了半天你就这点能耐，用一块石头挡路，你以为我是开小轿车的吗？看清楚，这是半挂车。你什么意思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？林天，坐稳了，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车司机。我猛地一打方向盘，然后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货车发出一声怒吼，没有后退，反而朝着路边较薄弱的山体护栏狠狠地撞了过去。江哥，你要干嘛？要掉下去了！车头撞开护栏，半个车身都悬在了悬崖外面。林天吓得魂飞魄散，我在车身倾斜的瞬间，再次猛打方向盘，同时松开油门，点了一下刹车，车子冲过巨石。我甚至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冯远那由黑雾组成的难以置信的扭曲脸庞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学人换命？回家再练20年吧！我正得意着，可突然方向盘猛地一沉，车子不受控制地朝着悬崖边冲了过去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漆黑的手竟然从方向盘下面伸了出来，死死地抓住了转向轴。那只黑手来得太过突然，我用尽全身力气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头离悬崖边越来越近。江哥，给我松开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林天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，他抄起我给他的那根打魂鞭，对着方向盘下面就是一通猛抽。你给我滚开！随着他发了疯似的抽打，我突然感觉手上一松，方向盘的控制权回来了。我立刻猛打方向，在车头冲出悬崖的前一秒，硬生生把车又拉回了路面上。我和林天都瘫在座位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好小子，干得漂亮！江哥，我做到了，我没拖后腿。秦江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也别想活着离开断魂坡！他的话音刚落，我们周围的黑雾开始剧烈的翻滚起来，整条盘山公路仿佛变成了一个百鬼夜行的修罗场。坐稳了，咱们一口气冲上山顶，我倒要看看是他厉害，还是我的车技更厉害。我一脚油门踩到底，货车咆哮着向着山顶的终点发起了最后的冲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的百鬼夜行，你怎么可能不怕？冯远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走南闯北，靠的是一身正气，心里没鬼，自然什么都不怕。你这种藏头露尾的鼠辈，也配跟我斗？车子很快就冲到了山顶的平地，可就在我们冲上平地的一瞬间，几道刺眼的强光突然从前方亮起，将我们整个罩住。我立刻踩下刹车，只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正站在路中间，手里拿着一个古怪的罗盘，一脸惊讶地看着我们，正是冯远。他显然也没料到山顶竟然有警察在等着他。冯远看到警车，转身就想跑。不许动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冯远被警察当场按倒在地，李建国从一辆警车后跑了出来，冲我们挥着手。这一切都是他提前安排好的。在确凿的证据和我们的指证下，冯远对他利用封建迷信手段，间接导致顾青死亡，并多次恐吓、危害我们人身安全的事实，供认不讳。几天后，我们聚在院子里吃火锅，小刚也康复出院，和我们坐在一起。明天变得沉稳了许多，正和老刘吹嘘着那天晚上的英勇事迹。当时我就想，江哥都把鞭子给我了，我还能怂吗？我抡圆了就是一顿抽。林天，你现在这么厉害了？来，为了咱们的劫后余生，也为了更光明的晋好。